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有点特别，不是单纯的相亲配对，而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医患情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神奇，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或许会遇到那个改变你一生的人。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林美玲，是大陆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从业15年，技术扎实，工作能力强，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女强人。美玲的童年可以说是黑暗又悲惨的。她5岁那年，妈妈因为一场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条件很差，最近的医院要坐2小时的车才能到。美玲曾经这样告诉我，妈妈发病时，爸爸背着她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才等到一辆顺风车，等到了医院，人早就没了。这个童年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美玲成长，她发誓要成为一名医护人员，不让悲剧在其他家庭重演。凭借着超乎常人的努力和毅力，美玲考上了护校，毕业后进入了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工作。我一直觉得大医院设备全，医生技术好，才能救更多的人。美玲说，所以我对小医院，尤其是乡村医院，一直有点看不上。这一切的转变要从一场意外旅行说起。那是美玲第一次去台湾，本来是跟团旅游放松一下的，谁知道却因为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在台湾花莲的七星潭游玩时，美玲不小心在礁石上滑倒，右腿骨折，当场动弹不得。同行的游客帮忙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当地一家看起来不大的医院。我当时就慌了，美玲回忆道，看到那个小医院，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种小医院能看病吗？我可是从大陆三甲医院来的护士长啊，我太清楚医疗设备和医生水平的重要性了。当时美玲想着先处理一下伤势，等回大陆再好好治疗，谁知这一躺就是3个月，不仅治好了腿伤，还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接诊美玲的是台湾花莲这家小医院的骨科医生陈俊豪，40岁出头，温文尔雅，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好医生。第一次见到陈医生，我心里其实很抗拒。美玲说，我以为台湾的乡村医院就跟大陆20年前的乡镇卫生院差不多，但走进去我就震惊了。虽然医院不大，但设备一点都不落后，甚至有些比我们医院还先进。更让美玲意外的是，陈医生的医术非常精湛。他仔细检查了美玲的伤势，告诉她是复杂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并且详细解释了手术方案和康复计划。你放心，这种手术我做过很多次，我会尽全力让你恢复得更好。陈医生温和地说。美玲虽然心存疑虑，但当时的状况也只能先接受治疗。手术非常成功，陈医生用了微创技术，伤口很小，恢复也会更快。在台湾住院期间，美玲逐渐了解到台湾医疗体系的特点。台湾虽然地方小，但医疗服务覆盖非常全面，从大医院到小诊所，形成了完善的分级医疗网络，尤其是全民健保制度，让看病不再是负担。我之前真的对台湾有偏见，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医疗条件肯定差，但实际上，台湾的医疗服务体系非常人性化，医患关系也比大陆融洽得多。美玲感慨道，陈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不仅关心美玲的伤势恢复情况，还会聊聊天，了解她在大陆的工作和生活。得知美玲是护士长后，陈医生还特地带她参观了医院的各个科室，和她分享台湾的医疗经验。在台湾，医生不会被过度的行政工作和指标绑架，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病人身上。陈医生说，我们这个小医院虽然规模不大，但每个医护人员都把病人当家人一样对待，这让美玲深受触动。她想起自己在大陆医院工作时，常常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病人和家属还经常对医护人员不信任，甚至有医闹事件发生。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大陆的医院也能这样就好了。美玲说，随着治疗的深入，美玲和陈医生的交流越来越多。陈医生了解到美玲悲惨的童年经历后，非常心疼她。我小时候也是在乡下长大的，我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陈医生告诉美玲，我从小就看到他用有限的医疗条件救治乡亲们，那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深深影响了我。所以我医学院毕业后，拒绝了台北大医院的邀请，选择回到花莲这个小地方行医。
原来陈医生不是不能去大医院，而是主动选择留在乡村，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美玲非常感动。其实最开始我对陈医生有点不屑一顾，觉得他在小医院屈才了。美玲坦言，但慢慢的我明白了，真正的医者人心不在于你在多大的医院，而在于你是否真心实意的为病人着想。美玲在台湾康复期间，陈医生不仅悉心照料她的伤势，还利用休息时间带她去花莲的各个景点转转，让她感受台湾的美丽风光和人文气息，太鲜明的对比了。美玲感叹道，在大陆，医患之间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但在台湾，医生和病人可以成为朋友，这种感觉太奇妙了。美玲原本计划的7天台湾行，因为这场意外延长成了3个月，但她却意外收获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礼物，一段真挚的感情和对医疗工作全新的认识。在这3个月里，美玲不仅见识了台湾医疗体系的人性化和高效率，还被陈医生的医者仁心所打动。他们从医患关系发展成了朋友，再到互生情愫。我本来以为大陆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应该比台湾先进，毕竟大陆经济发展这么快，但实际上台湾的医疗服务体系更成熟，医患关系更和谐。美玲说，尤其是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信任，这是我在大陆很少感受到的。陈医生也被美玲的坚韧和专业所吸引。美玲虽然来自大陆，但她对护理工作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是没有地域界限的。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也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随着美玲康复训练的进行，她和陈医生的感情也在悄悄升温。陈医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医生，还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他会记得美玲喜欢吃什么，会在她情绪低落时安慰她，会在她取得康复进步时真心为她高兴。有一次康复训练特别痛苦，我差点坚持不下去，陈医生就握着我的手说，再坚持一下，为了你自己，也为了那些和你一样需要帮助的病人。那一刻，我感觉找到了灵魂的知己。美玲回忆道，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但好景不长，美玲的签证即将到期，她必须回到大陆。临走前，陈医生送了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记录她康复全过程的相册，以及一封长信。信中他写道，医者不分国界，爱也一样。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用我们的专业和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美玲说着，眼眶湿润了。回到大陆后，美玲发现自己无法忘记在台湾的那段经历，尤其是那位温柔又专业的陈医生。她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追求。我突然明白，我进入医护行业的初心不是为了在大医院有个好职位，而是为了帮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需要医疗救助的人。美玲说，陈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这份初心。于是，美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3甲医院护士长的职位，申请去偏远山区的基层医院工作。这个决定让她的同事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美玲，你是不是疯了？好不容易熬到护士长，现在要去山区，那边条件艰苦不说，工资还低得多。同事小王劝她，我不疯，我只是找回了初心。美玲笑着回答，眼神坚定。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帮助乡村医疗的理想，也是为了让自己和陈医生之间的距离不那么遥远。虽然隔着海峡，但他们的心却越来越近。辞职后，美玲去了大陆西部一个贫困县的人民医院工作，那里的医疗条件确实比不上城市，但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美玲带去了她在3甲医院积累的先进经验，也带去了从台湾学到的人性化服务理念。第一次走进那个县医院，我的心情跟当初在台湾看到那家小医院时一模一样，忐忑不安。美玲说，但这次不同的是，我不再带着居高临下的偏见，而是带着改变和奉献的决心。美玲到岗第1天就开始着手改善护理部的工作流程。她借鉴台湾医院的做法，推行了预约挂号系统，设立了导医台，还在每个护士站配备了便民药箱和饮水设备。这些在大城市医院看来很普通的东西，在县医院却是稀罕物。美玲说，但正是这些小改变，让病人和家属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怀。开始时，当地医护人员对这个从大城市来的专家有些抵触，他们觉得美玲的做法太理想化，不适合基层医疗的实际情况。
但美玲没有强行推进，而是先从自己做起，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有一次半夜，急诊来了个车祸患者，情况危急，我二话不说就冲上去抢救，连续工作了8个小时才把病人救回来。美玲回忆道，从那以后，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他们知道我不是来指手画脚的，而是真心想做实事的。慢慢的，美玲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同事接受，医院的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患者满意度也大幅上升。院长看在眼里，决定支持美玲的更多改革措施。与此同时，美玲和陈医生的感情也在发展，虽然分隔两地，但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视频通话，分享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他总是很关心我在基层医院的工作情况，还会给我提供很多实用的建议。美玲说，比如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提高护理质量，怎样处理医患纠纷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台湾乡村医院积累的宝贵经验。陈医生也被美玲的勇气和坚持所感动，他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工作条件，选择去服务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这种精神值得敬佩。陈医生在一次视频通话中这样评价美玲：1年后，在美玲的努力下，这家县医院的护理工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创建了一个基层医护培训项目，定期为周边乡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我希望有一天，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人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美玲说，这也是我妈妈的遗愿。就在美玲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平静。台湾传来陈医生遭遇车祸的消息，情况危急，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手机掉在地上都不知道。美玲回忆道，我只知道我必须马上去台湾，哪怕用尽一切办法。好在美玲之前因工作关系办理了台湾多次往返签证，她二话不说立即请假，连夜赶往机场，飞往台湾花莲。当美玲赶到医院时，陈医生刚做完手术，还在重症监护室。医院的同事告诉她，陈医生是在去偏远山区出诊的路上遭遇车祸的，车子从山路上滑落，幸好及时被发现送医。我站在 ICU 外面，看着里面躺着的陈医生，突然想起1年前我也是这样躺在病床上，而他天天守在我身边。美玲哽咽着说，那一刻我觉得命运真的很奇妙，把我们的角色完全对调了。由于美玲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医院特许她参与照顾陈医生。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给予专业的护理和温暖的陪伴。我要让她感受到当初她给我的关怀和专业，现在我要加倍还给她。美玲坚定地说，幸运的是，陈医生的伤势虽然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在美玲和医院同事们的精心照料下，她的恢复情况比预期要好得多。当陈医生终于能够清醒地和美玲交流时，他握着她的手，动情地说，谢谢你跨越海峡来照顾我，我现在更确定了，你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那一刻，两人相视而笑，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以前总觉得大陆和台湾隔着一道海峡，距离遥远，但现在我明白了，只要心在一起，再远的距离也能跨越。陈医生说，在台湾照顾陈医生的2个月里，美玲也收获了很多。她和医院的同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深入地了解了台湾的医疗系统和文化。我发现台湾虽小，但医疗资源分配很均衡，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也有保障，这一点值得大陆学习。美玲感慨道，同时，台湾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也普遍较高，这与医患关系和谐、社会尊重医护工作密不可分。陈医生康复后，两人面临一个重要的决定，今后要如何继续他们的感情和事业。我们可以申请两岸医疗交流项目，这样就能合法的在两地之间往返工作了。陈医生提议，你可以把你在大陆基层医院的经验带到台湾，我也可以把台湾的医患沟通模式带到大陆。美玲眼前一亮，这个想法太棒了，我们可以成为两岸医疗交流的桥梁，促进互相学习和提升。就这样，在双方医院领导的支持下，美玲和陈医生开启了一段跨海峡的医疗交流之旅。他们轮流在对方的医院工作几个月，带去新的理念和方法，也带回宝贵的经验。在台湾工作期间，我最大的感触是医患关系的和谐。美玲说，
台湾的医生会花很多时间和病人沟通，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让病人充分参与医疗决策。这种尊重和透明大大减少了医患误解和纠纷，而陈医生在大陆工作时，则被大陆医院的高效率和先进设备所震撼。大陆的三甲医院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和设备确实领先台湾，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患者的能力上。陈医生说，但基层医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正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2年后，美玲和陈医生决定共同创办一个面向两岸基层医护人员的培训中心，取名海峡医心，意为跨越海峡的医者仁心。培训中心一边设在台湾花莲，一边设在美玲工作的县医院，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两岸基层医护人员提供培训和交流平台。我们的目标是提高两岸基层医疗质量，让每个人不管在哪里生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美玲说，这也是对我妈妈最好的纪念。培训中心成立不久，就受到了两岸医疗机构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通过这个平台学习交流，带动了基层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而美玲和陈医生的感情也在这共同的事业中越来越深厚。在培训中心成立1周年之际，陈医生正式向美玲求婚了。我们的相遇是意外，但我相信我们的结合是命中注定。陈医生单膝跪地，捧着一枚戒指说，愿意和我一起继续用我们的爱心和专业跨越更多的海峡吗？美玲泪流满面的点头答应了。婚礼在两地分别举行，台湾和大陆的亲友们都送上了真挚的祝福。我从来没想过，一次意外的骨折会让我收获真爱和人生的新方向。美玲感慨道，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婚后，两人继续他们的跨海峡医疗事业。随着交流的深入，他们创办的培训中心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得到了两岸医疗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的故事可能只是沧海一粟，但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能让更多人受益，也让两岸民众在医疗健康方面有更多交流和互信。陈医生说，5年后，美玲和陈医生喜得一女，取名海宁，寓意海峡宁静。小海宁的出生，像是给这段跨海峡的爱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开启了新的篇章。如今，美玲和陈医生的海峡医心培训中心已经培训了上千名两岸基层医护人员，显著提升了偏远地区的医疗水平。他们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典范。我们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美玲说，我希望有一天，无论是台湾的偏远山区，还是大陆的贫困县城，都能有优质的医疗资源，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救治。陈医生补充道，医者仁心，不分你我，不分两岸。我们期待有更多像美玲这样的医护人员，带着爱心和专业，去服务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命运的安排看似是意外，实则蕴含深意。美玲因伤滞留台湾，却收获了爱情和职业的新方向。陈医生因车祸卧床不起，却坚定了两人共同的未来。如果不是那次意外的骨折，我可能永远不会遇见陈医生，也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理想。美玲感慨道，所以我现在特别相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些看似不幸的事情，可能是上天给你的礼物。正如美玲和陈医生的故事所展示的，两岸虽有差异，但对生命的尊重和医者的仁心是共通的。通过相互了解和学习，两岸医疗水平都能得到提升，最终受益的是普通民众。毕竟，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医疗是跨越国界的事业。在这个领域，我们有太多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希望未来有更多像美玲和陈医生这样的桥梁，连接两岸民众的心灵，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期待海峡两岸的医疗合作能够越来越深入，让两岸同胞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欢迎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和想法。下期再会。